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下雪的时候，斗车里面都是水，现在已经结冰了，敲都敲不碎。去年我们建这栋房子的时候盖的琉璃瓦，在当时候就有一些朋友评论留言说，盖这个琉璃瓦和以前的小青瓦究竟哪种更好呢？而且这种琉璃瓦第一次盖的时候是挺麻烦的，在上面我们全部都装了一些防滑的不锈钢扣子。那装了这层扣子之后和不装的区别就挺大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舅舅家那边所有的雪已经全部化完了，但是我们这边还是厚厚的一层积雪。究竟什么原因呢？一起来告诉大家。在我们湘西这边，以前建木房子基本上盖的都是本地的青瓦，也是泥巴做的，在土窑子里面烧出来。但是现在绝大部分盖的都是瓷瓦。我们可以看一下对面的那栋木房子，盖的也是蓝颜色的瓷瓦，旁边的雪都还挺厚的，但是那栋房子上面的积雪已经全部没有了。它上面也是不装防滑扣的，刚刚冰雪开始融化的时候，它就整块整块的掉落。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地里面还有马路的边上都有很厚的积雪。去年我们盖这栋新房子的时候，盖的也是瓷瓦，黑颜色的。我舅舅家盖的是蓝颜色的瓷瓦，他那边也掉完了，但是我这上面还是厚厚的一层积雪。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安装了1000多个这样的不锈钢防滑扣，其实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效果，防止这些冰雪一整块一整块的掉落。就像今天这个天气，如果人在底下，那就需要注意了。像我舅舅家那边，早上的时候是整块整块的掉落，我们都不敢站在院坝里面。像我们这边就没关系了，加装了防滑扣之后，它这些瓦就像本地的小青瓦一样的，它不会整块的积雪掉落，它只会慢慢的融化。所以说我们加装这1000多个防滑扣所起到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从去年安装好了之后，一直没有碰上这样的天气，也无法验证这些防滑扣到底起没起作用。但是今年通过一场雪之后，终于我们可以放心了，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上面的积雪会整块整块的掉落。那我们这边的天气就是这个样子，每年过年之前都会下1-2场雪，今年是第一场雪，实际上还是挺厚的，大概有20多公分的。但是今年也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虽然下雪了，但是温度不是特别低，所以稻田里面依然是没有结冰，对面的高速公路依然是车来车往的。像每年这个时候啊，下雪了之后，高速公路都已经封了。稻田里面还有很多鸭子呢，都是邻居家养的。到过年的时候，像这样的鸭子啊，基本上都杀了，过年了，吃年夜饭了。不知道朋友们，你们的家乡在大年30的时候吃的都是什么菜呢？我们这边一般都是猪脚、鸭子、腊肉，还有鸡、牛肉之类的，还是挺丰富的。过年是最热闹的，一般大年30煮的那一餐，炒了很多菜，大概会吃到初3左右才能够吃得完。马上也要过年了，今天已经是腊月的16了，寨子里面还有酒席，明后天又要去帮忙了。在这边呢，顺便说说今年一年的工作。在开年的时候，我们就去河边改造了一栋大概10年没人居住的老房子，历时4个月。
那栋房子现在已经有一位朋友在那边住，环境还是挺不错的。之前也有很多朋友在视频里面私信告诉我，让我有时间去那边拍拍钓鱼的视频，再把那栋房子拍出来，大家都想看一看。在这边也顺便的给大家做一个回答吧。那栋房子现在已经有人在住，所以说我基本上没有多少时间去拍了，主要还是围绕自家的房子装修来拍视频。从河边改造房子回来之后，我们就马上安排师傅在这边做工，开始从院坝的位置做基础，做地下停车库，然后把院坝打好了之后，又建了两边的厢房。建好了厢房之后，木匠师傅也开始过来装修木房子。到今天为止，木匠师傅差不多已经做工2个半月左右的时间了。整个房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本上1楼如果把一些杂物全部清空的话，可以入住了。实际上今年1年的工作，我觉得还是挺有成就感的。那我们这栋房子应该装修会持续到开年以后，整个木匠的工作2楼还有些没有完成，包括泥工师傅两边的厢房墙面还没有挂上粒子墙，包括外墙还都需要装修的。里面的水电基本上也全部预留好了，但是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接好，所以说这栋房子会在年后才能够完工。这栋房子完成了之后，我的视频大部分应该都是拍一些大山里面闲置的房子分享给大家，主要还是想为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湘西的一些老房子吧，因为毕竟每天在视频里面私信留言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大家都想来到湘西大山里面租一些闲置的房子用来养老。确实啊，这也是我和大家认识彼此就是说比较深交的一个基础吧。最近一段时间来我们这边租房子的人也是挺多的，每天几乎都会收到一些私信吧。我一直以来呢都不去拍一些就是说大家租视频或者来这边看房的视频，只是说我个人还是不太喜欢拍一些网友进来吧。大家都说到底有多少人在这边租了？实际上在我的统计当中呢，现在在这边租房子的大概有20多个，买房子的大概有10多个了，人还是挺多的。其实大家在这边住的都是安安静静的，因为毕竟来了那么远，很多人呢也不喜欢别人去打扰自己的生活，所以说我也是有时间他们有需要的情况下，又给他们去帮帮忙啊，做些事，所以视频都没有拍出来，也请大家需要理解。如果视频前的朋友们，你也想来到湘西这边，那你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了解，也可以私信里面告诉我你的情况。我记得前2天有一个常德的朋友，他想卖掉一栋半山腰的房子，独门独院的，大概有好几亩地，房子也挺不错的，想叫我去看一看。在这边呢，顺便也回答这位朋友，确实比较远，出去一趟不容易，而且现在也快过年了。不知不觉啊，又和大家聊了这么多，主要还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差不多年终的总结吧。今年主要做了些什么，还有明年我们计划去做些什么。熟悉我的一些老朋友应该都清楚，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每天在视频里面唠唠叨叨的，主要还是和大家聊天。
我们湘西这边真的风土人情还是挺淳朴的。实际上每天收的私信留言，大家都担心啊，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会不会不习惯，或者当地的一些老乡好不好相处。通过在我手头上租出去的这么多房子，还有一些朋友，通过和他们的聊天，他们都说，湘西这边挺淳朴的，这边的人都挺好打交道的，而且有好几个朋友在这边过年都是叫了当地的老乡帮他们杀猪、熏腊肉，基本上都和我们这边的生活比较接近的。大家所说的入乡随俗，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我觉得，朋友们啊，你们都不用过多的去担心，你们只要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平易近人，我相信不管走到哪里，都会结交一些新的朋友，对不对啊？好了，朋友们，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看到我的视频，你有纠结的地方，你有疑问的地方，你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也可以私信告诉石头，有时间我都会去回答大家的。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